我不记得是听谁说过惊雷2是堆料王，它7000多克的重量到底是用了配重铁块还是真材实料？惊雷2有 IP67 级防水，6表示它完全防尘，7表示它可以在1米深的水下浸泡30分钟而不会损坏，所以它的机身几乎是完全密封的，它内部电路产生的热量是没办法通过气体流通来散热的。在充电电源的选择上面，有 A 口的充电器和充电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惊雷2的电量已经低于了 10%， 最后一个灯在闪烁。用充电头给它充电是5伏 1.7 安，功率是 8.7 瓦。充电头的 C 口也可以给它充电，是5伏 1.9 安，有 9.5 瓦。也就是说，用 Type C 给惊雷2充电不用太挑剔电源。A 口和 C 口的电源都是可以给它充电的。惊雷2的交流输入支持100到240伏。我现在通过交流输入给它充电，现在是交流50伏，充电还没有启动。55伏，60伏，有点意外啊，它在60伏的时候就已经启动充电了。这个时候的充电功率是 14.5 瓦。这是有功功率，能在60伏启动充电，也就是说它可以应对很大的电压波动。现在是100伏，功率还是14瓦。现在是200伏，功率还是维持14瓦。现在是240伏，功率还是14.4瓦。大概充了10多分钟以后，电量上升到 25% 到50% 这个区间，充电功率升高到了39瓦，但是这个功率也不是特别大，所以它在内部不会积累太多的热量。我这里现在气温是15度，它的发热区从后面看可以看到是在这个位置，温度最高的地方也只有 20.9 度。从正面看，它的发热区也还是在这个位置，温度最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是 20.2 度。虽然惊雷2的充电功率并不是很高，但是它不会带来很大的热量积累在内部。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它拥有 IP67 级防水，而不需要利用空气流通去散热。惊雷2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对外的充电口，可以给手机充电。你需要让惊雷2开机，才能让它对外输出5伏的电压。我们看一下它输出的电源品质，空载状态下输出的电压是 5.32 伏，连上示波器，现在是空载状态，没有电流输出。这个三角波是它的空载的文波，平均是在10毫伏以下，大概是8毫伏左右。我把输出电流加到2安，让它满载工作。这个三角波是它满载的文波，平均有25毫伏。2.1、2.2、2.3、2.4，它的输出极限电流可以稳定在 2.3 安。虽然10瓦的输出功率不是很大，但是在野外可以给手机还有其他设备应急充电。从测得的数据看，它的文波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，都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，而且它的输出功率能有一定的超载能力，所以这是一个品质还不错的应急电源。
在惊雷2的后面有一个 3.5 毫米的模拟音频输入口。在说明书上面没有看到对这个接口有详细的参数说明，但是对于这种民用音频设备，一般都是负10 dBV 的民用音频标准，所以我打算用信号发生器给它送入一个信号，去验证一下它能承受多大的模拟音频信号。通常这种便携式音箱，它的左右声道信号是混合在一起播放的，这让你没办法区分左声道和右声道的声音来源。现在是左声道、右声道、左声道、右声道。所以惊雷2的左声道和右声道是独立工作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用它来打游戏的话，你可以区分左声道和右声道的声音。我现在用信号发生器给它送了一个1000赫兹的信号，注意观察这里，黄色的波形是我信号发生器给它送入的信号，蓝色的波形是这边录音机回录的信号。现在增加信号幅度，峰峰值现在加到了2伏，回路的波形没有失真，那也就是说它已经可以承受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。现在加到了峰峰值 3.6 伏，这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失真，说明这个信号太大了。现在试探下来，峰峰值最大到3伏的时候刚好没有失真，也就是说它现在模拟信号输入最大能够承受峰峰值3伏。经过换算，峰峰值3伏对应的是正 0.5 dBV 的民用信号，换算成 dBu 对应的是正 2.7 dBu 的专业信号。所以作为民用设备，它是完全可以接收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的。如果你的音源输出的是正4 dBu 的专业信号，你可以考虑给它转换成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，或者直接给它衰减2个 dB， 这样惊雷2也可以承受这个信号。这是一个 A 加权的声压计，测量结果的单位是 dBA， 是符合人耳声音感知曲线的测量仪。现在给惊雷2从模拟输入接口送入一个民用级的最大音量的信号，也就是负10 dBV， 换算成峰峰值是 0.89 伏。然后我们测量它的最大声压级。40赫兹的最低频，人耳能够感觉到 72.2 dBA 的音量。125赫兹的低频可以听到 97.2 dBA 的音量。1000赫兹的中频，耳朵能听到 106.6 dBA 的音量。8000赫兹的高音能听到 104.4 dBA 的音量。现在连上蓝牙，保持蓝牙音量最大，惊雷2的音量最大。40赫兹，耳朵可以听到 72.2 dBA 的音量。125赫兹可以听到 96.7 dBA 的音量。1000赫兹可以听到 105.2 dBA 的音量。8000赫兹可以听到 104.8 dBA 的音量。这些数据是接近人耳听觉曲线的响度，会比实际声压级 dB/SPL 看起来会偏低一点，但是现场的感觉是高音明亮通透，低音强劲有力。由于蓝牙输入一定是有损压缩的，所以理论上模拟输入的音质会更好一点。但我在现场的感觉是两种输入的音质差别不是很大。现在我播放同一段音乐，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它们有什么区别。
现在换模拟音频输入。我感觉用惊雷2打游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两种输入方式的音频延迟有多大。这条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发出滴滴滴答的声音，你可以用它来判断延迟的大小。现在是模拟音频输入。现在是蓝牙输入。我猜大家经常用的应该是蓝牙模式，所以完整的试听我们用蓝牙输入。
惊雷2有2个 6.35 毫米的麦克风输入接口，这种阻抗600欧的无源动圈话筒也是可以轻松推动的。让人比较讨喜的是，它的混响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混响开到最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。混响关到一半的位置，这个房间小了一点。混响现在大概1/4，音箱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浑厚。混响全部关掉，声音还是依然的强劲有力。在没有连接任何线缆的情况下，惊雷2的重量居然达到了7275克。我很好奇这些重量都用到了哪里。从这里可以把这个把手拆开，但是很困难。看看这个横截面，这个用料确实有点阔气。下面的壁厚 3.7 毫米，内部的做工也很精致，用的是卡扣结构。这里有一个标志，写的它的用料是 ABS 塑料，外表面和内表面都很光滑。这个提手的固定螺丝孔用了很多个加强筋，加强筋的厚度有 1.8 毫米，提手的基座也是用了很多加强支撑。整个把手用了220克的 ABS 塑料。看这个半透明的氛围灯罩，从正面看它是2种不同的材料，从里面看这2种材料是经过了热融合，熔接在了一起，去掉钢齿的重量。这2个小外壳的重量有241克。来看看它的截面，这个半透明的部分确实和这个不透明的部分融合了在一起。最薄的地方有 3.8 毫米，内表面也是比较光滑。这个接缝的地方有一圈用来密封的 O 型圈，左右两边的这个是被动发声单元，周围一圈有打胶密封，是橡胶材质，不会浸水，而且它的里面是金属的配重块，很坚固，一般的硬物是不会让它损坏的。用的时候只需要保护好这一圈，因为它会比较脆弱。被动单元的外壳也是 ABS 塑料，这里有它的材料标记。哇哦，2个被动单元的重量都有297克。这个软边也比较厚，厚度达到了 0.89 毫米。里面是一块铝板，厚度1毫米。它的截面还是挺厚的，最厚的地方有 3.8 毫米。侧面的氛围灯有10个 LED 灯珠，氛围灯的连接器有打胶固定，用了一个4 pin 的连接器。电路板的做工挺规范的。这2个网罩特别难拆，是卡扣加胶水固定的。网罩是铁的，
厚度有 0.95 毫米。这两个金属网罩有491克的重量。我已经努力过了，这个氛围灯的电路板拆不出来，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它内部的做工非常的细致。前面的氛围灯用了6颗 RGB LED 灯，侧面的氛围灯也是 RGB LED 灯。前面有5个扬声器，低音喇叭是一个长冲程的发声单元，表面的材质是不吸水的复合材料。中音单元也是用的不吸水的复合材料，所以它可以做到防水防尘。高音单元是丝绢膜的球顶高音，也是不吸水的材料。为了防水防尘，所有喇叭的背板都是打了胶固定的，所以直接是拿不起来的。5个喇叭的底座都有发泡双面胶用来密封，关键是这个双面胶不是随手贴上去的，而是精确切割的，这样才能保证填充每一个缝隙，达到不漏水的目的。高音是一支1英寸的球顶丝绢膜高音喇叭，阻抗8欧姆。中音喇叭是3英寸的，双磁钢设计，电阻是4欧，承担的功率是45瓦。低音喇叭是一个4乘7英寸的椭圆形扬声器，音圈的绕线是比较粗的，电阻是3欧，它要承担的是80瓦的功率。高音喇叭最轻，只有32克，中音喇叭有点重，有405克，低音喇叭有1594克。全密封的音箱一定会有一个平衡内外气压的微孔，我猜这个孔就是的。这个就是贴在气压平衡孔上面的微孔贴膜，这个圆孔就是气压平衡孔。外壳上这边的凸起对应这边的凹槽，这个凹槽里面还有密封胶圈。外壳的螺丝孔也做了防水处理，有密封胶圈。底部的防滑垫厚度有 3.9 毫米，机身顶部的厚度有 5.2 毫米，底部的厚度有 5.1 毫米。背板电缆的这个胶用手扯不下来。这个是它的话筒接口，这是话筒音量和混响的旋钮。背面的电路板，这个是 AUX 输入接口，给金雷2充电的 C 口。电源接口直接是用胶粘死的，扯不出来。这块白色的胶是后面防尘盖的固定桩，你可能以为这个盖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橡胶塞。注意看，这个盖子的重量有108克。这里面有一块很厚的铁板，厚度有 1.9 毫米，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，可以让大块的橡胶不容易变形。这块按钮的胶垫也是相当的厚实，厚度有 3.7 毫米。按钮电路板用的是贴片按钮，旁边这个是发光二极管。这根是直流24伏的供电线，2根并联传输。电源板对大体积的元件都打了胶固定。金雷2用电池供电可以输出180瓦的功率。这里电池的输出正极和负极用了4根线，是一个很周到的设计。这根同轴电缆连到的是蓝牙天线。这2个盒子虽然是机箱里面的部件，但是它的用料也是相当的扎实，厚度有 3.3 毫米，重量有197克。这个凹槽里面依然有密封胶圈，
机箱里面依然做工非常的精致，看得出来对模具的要求是相当的高的。机身前半部分有989克，后半部分加上这个防尘盖有1174克。电源板是单面 PCB 设计，看这个电杆，还有这个和这个电杆用的线都比较粗，高频变压器也比较大，用了2个相对较大的散热片，重量达到了269克。功放主板用的至少是双面 PCB 板，这个还有这些电杆体积都比较大。功放板的重量有183克，这块是蓝牙模组，用的是巨星的 ATS2853， 是一块蓝牙音频的 SOC。 功放芯片的散热片还是挺重的，底板的厚度有 3.99 毫米，重量有72克。这2颗就是功放芯片，是德州仪器的 TPA3116D2， 是一个50瓦的无滤波器的低类立体声功率放大器，在 BTL 单声道模式下可以达到100瓦的输出。蓝牙模组的旁边连着的是同轴电缆，另外一端接的是蓝牙的天线，是贴在机身的这个位置。说明书上这里标注了电池的能量值是 79.92 瓦时，电池的标签上面这里有换算它的容量是7400毫安时，充电线直电压是 12.6 伏，设置一个 12.6 伏1安的电流给它充电。我特地给它接了一根粗线，这样可以减小误差。现在充电的电流是999毫安，现在充电电流已经降到520毫安，低于740毫安，也就是 0.1C 的电流。这种情况表示它已经充满了。这是2并3串的电池组，所以截止电压设定在9伏，放电电流选择 2.5 安，大概3个小时放空。开始放电，我们一会儿来看结果。经过13267秒，放出了7622毫安时的电量。现在可以验证的是，这个电池组的电量有充足的7400毫安时。金雷2 7000多克的重量确实没有造假，所有的重量都分配到了有用的部分，难怪有人会说它是堆料王。通过录音，我没法让你感受到它真实的音质，希望你能答应我到现场去听听看。它低音强劲有力，高音明亮通透，确实能渲染出开 party 的气氛。对了，还有它的内置电池也没有虚标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